2025年冬，北京最冷的不只是天气，还有中南海里那股如芒在背的恐惧。就在徐勤先将军拒绝向人民开枪的庭审视频横空出世5天之后，中央军委连夜抛出一份被军内私下称为徐勤先条款的最新军纪补充规定，把以良知拒绝开枪直接定为重罪，最高无期徒刑，株连3代，不得参军。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纪律修订，而是惊弓之鸟对自己枪杆子的最后一次威胁和绑架。35年前，徐勤先用一句“我可以杀头，但不能向手无寸铁的同胞开枪”，守住了军人的底线。35年后，中共用株连9族的条文，试图永远埋葬这种良知。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11月30号，中央军委突发新修订的《军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宣布从2026年1月1号起实行。这份文件一出，立即引爆舆论，原因很简单，时间点太敏感。5天前，11月25号，35年前拒绝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的38军军长徐勤先上将的6小时庭审视频突然在海外曝光。11月26号，国家保密局正副局长一同被免职。1个月前，四中全会刚刚抛出何卫东、苗华等多位军老虎大案，中共选在这个节骨眼上，连夜印发这份杀气腾腾的处罚补充规定，到底意欲何为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份规定到底说了什么。目前，网络上能搜索到的只有中共官媒在12月1号发布的总结式通稿，真正的条文全文，中共并没有公开。但就连这份通稿都已经点出了几个极为敏感的重点：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力，发表错误政治观点和不当言论，贯彻中央军委决策部署不到位。熟悉中共叙事套路的人都知道，他一贯是缺什么就吆喝什么。当他反复强调某件事，就代表那件事在内部已经出了大问题。从这几个被特别拎出来的关键词，外界很容易看出端倪。1. 军队对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负责制阳奉阴违已经成为常态，军中出现的错误政治观点和不当言论已经多到挡不住。不贯彻军委决策，类似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况可能已经比比皆是，恐怕已经威胁到党指挥枪的根基。换句话说，这份补充规定表面上是纪律修订，实际上却直指习近平权威的核心命脉。它等于承认军队里的阳奉阴违、消极怠工、不听指挥已经普遍化，甚至可能正在往失控的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官媒通稿看似严肃，实际上只是冰山一角。真正令人震动的内容是那些没有在通稿中公开，却由知情者披露出来的更具体条文，才是真正揭露军方恐慌根源的部分。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
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食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官媒通稿只是一层薄薄的外衣，真正让外界震惊的是独立时评人蔡声坤披露的内部版本。这部分内容虽然无法从公开渠道查证来源，但不论是来自军中内参还是知情者爆料，它的细节之精准，指向之明确，都让人难以忽视。如果通稿只是冰山一角，那么蔡声坤披露的这部分就是整座冰山的阴面，也就是中共真正想要掩盖的部分。据蔡声坤整理，这次补充规定中最具杀伤力也最具政治意味的条文，就是把军人的良心入罪，只能绝对服从。将拒不执行命令单列为重罪，这一点至关重要。在以往的中共军法中，违抗军令属于战时条款，一般在迫切军事行动或作战的背景下才会动用，但新的补充规定却把拒不执行命令从原本违抗命令罪中抽离，单独升级处罚，并强调，只要军人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以各种理由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或刻意拖延、变通执行，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将直接被开除军籍，移交军事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这等于把平时的抗命视作战时叛变，如此提升等级，本身已经不能用一般军纪管理来解释，只有一种可能：中共认为军队正在酝酿不愿替他动手的风险。条文解释中特别点明2种情形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一个是平息暴乱、骚乱或严重政治事件时，以人道、良心为由拒绝开枪或拒绝执行清场任务，这等于把中共的恐惧赤裸裸地写在了纸上。在正常国家，军队的良心抗命通常与国际人道准则相符，但是在中共的体系中，良心本身就是对中共的威胁。也就是说，在关键时刻，中共要求军人不能有良心，只能有党性。二是在执行重大任务期间，擅自发表可能动摇军心的言论，或者向外界泄露相关命令内容的。这种条文只有在军心不稳、内部意见反弹剧烈时，才会被写进纪律规范中，防止军内有人在关键时刻对外说真话、放风声。第二，程序上先惩罚再调查，完全扭曲法治逻辑。一旦被指拒不执行命令或动摇军心，先停职、先隔离、军衔待遇全部冻结等，调查之后才决定是否定罪。对一般军官而言，这种处置本身就足以摧毁他的职业和名誉，形成极强震撼。这种做法的真正目的不是查清事实，而是确保军官不敢在关键时刻说不。第三，株连九族，一旦被定罪，直系亲属永不得报考军校，不得进入部队服役，这是最具中共特色的条款之一，也最能让人看见恐惧的深度。被定罪者不仅本人的党籍、军籍全毁，连子女、兄弟姊妹等直系亲属都会被禁止报考军校，进入军中服役。这种做法不只是惩罚，而是震慑整个军人家庭网络。如果你敢不忠诚，你的家族就此被军队彻底除名。在一个军人子弟、军区家族盘根错节的军队系统里，这条规定杀伤力极高。蔡声坤表示，这就是针对徐勤先6·4抗命的情况预设的徐勤先条款。如果说官媒通稿只是表面文章，那么蔡声坤披露的细节就揭示了这份补充规定的真实目的，不是提升战斗力，不是反腐，不是改革，真正瞄准的是在关键时刻拒绝向民众开枪这一类行为而来的。这说明中共政权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军心危机，而这也正是中共惧怕徐勤先视频流传，正在大力严控网络的真正原因。中共的新补充规定之所以在11月底火速上线，通稿不敢写，官媒不敢提，但军方私下里几乎人人心知肚明，这是被逼出手，是亡羊补牢。就在军方通稿发布的5天前，一段沉睡了35年的高度机密影像，徐勤先庭审全程录影
突然在海外完整曝光，长达6个多小时，震撼力如同一颗深水炸弹。徐勤先当年是驻扎在北京卫戍区的38集团军的军长、少将军衔。1989年5月，他接到口头命令，要求他率军进京执行戒严，但他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既简单又致命。军委命令缺少3长签字，主席、副主席、总参谋长。赵子阳当时未签，军令不合法。随后，徐勤先被撤职抓捕，后来判刑5年。徐勤先完整的庭审记录在11月25号一刀不剪地出现在海外网络上，而影片中最恐怖的一句话，不是讲给法官，而是讲给历史和后代军人的。徐勤先在军事法庭上以极其平静的语气说：“军队是保家卫国的，不是对付人民的。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检验。军令不合法，他不能执行。我不能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据《纽约时报》早前的报道，徐勤先表示，抗议活动属于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该动用武力。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这些话等于在今天的军队里点燃了一根良心的引线，对中共军队的杀伤力极大。现代军人、年轻军官、军校生刷到影片后，很容易得出3个危险讯息：一、军队曾有人抗命，而且被视为有良知、有勇气的象征；二、抗命不一定是罪，也可能是正义；三、开枪是政治决定，不是军事任务。对于一个靠战狼加维稳维持政权的党政体系来说，这是致命的讯息。因为一旦军队在关键时刻出现1%的良心，中共政权就会瞬间失去最后的镇压工具。除了迅速推出新的补充规定，中共还在影片曝光后不到24小时，国家保密局突然换帅，正副局长同时被免职。与此同时，中共立刻进行了清网行动，封杀所有和徐勤先6·4军事审判有关程序合法性相关的词条和影片，并配套启动了官方所谓的全面网络整顿。也就是说，中南海已经把这起事件上升为整体政治安全事件。就在封锁全面展开的同时，12月1号，《求是》杂志突然刊登了习近平的一篇旧文。这篇文章原本是习近平在6月份政治局集体学习上的内部讲话，但偏偏在徐勤先视频外流、军心不稳、补充规定刚发布的档口被重新端出。文章中文革式的叫嚣，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刀刃向内，要清除一切不纯洁因素，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等等，再一次发出了大清洗的恐吓。这显然是一种被恐惧推动的政治反射。这一连串动作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让徐勤先成为象征。因为中共深知，军队最可怕的不是武器落后，而是良心苏醒，是再出一个徐勤先。因为中共比谁都清楚，一旦军队或武警中再出现一个敢说我不能向人民开枪的人，中共的维稳机器就会从根基开始崩溃。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